Hello，大家好，我是曹发。本次视频带大家深度解读一下 Kimi K1.5 这篇 paper， 因为前面视频已经讲了 DeepSeek R1， 但是里面给我们留了很多问题。尽管说 DeepSeek R1 它的网络声量是要大于 Kimi K1.5 的，但是从一个算法工程师的角度，如果你想要去复现这么一个类似于 OpenAI O1 或者说 DeepSeek R1 这样的一个推理模型，那么我们实际上更需要的去看 Kimi K1.5 这篇 paper， 因为它里面披露了很多细节。这对于我们算法工程师去复现或者说去参考我们需要去选取哪些数据来说，它是更有意义的，这对我们的帮助更大。因此本次视频的话会带大家深入解读一下 Kimi K1.5 这篇 paper， 然后本次解读的话依然是通过文档的形式带大家解读，然后 paper 的话我们主要去为了回顾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但是整体的为了让大家回顾方便，我们还是会采用文档的形式给大家解读。OK， 接下来就切换到我个人的那个 blog， 这个 blog 的话也是我写的一个文档，大家可以去做回看，也更容易去理解 Kimi K1.5 这篇 paper 的一个整体结构。首先我们看一下 Kimi K1.5 这个 paper 的结构，它其实还是比较混乱的。首先讲了这个 RL， 然后再讲那个 Long COT， 然后又讲 RL， 然后接下来是 Pretrain， 然后以及普通的 SFT， 你整体看上去会觉得跳来跳去的，因此我们会按照那一个OpenAI 的一个那个训练流程来讲，也就是说先做 Pretrain， 然后 SFT， 然后是强化学习，这个也是 Kimi K1.5 这篇 paper 的实际的工作的一个流程。因此我们用的是某乎大佬的一个图，这个画的非常的清楚，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原文。我这里把这个图截到右上角，方便大家去了解那个整体的那个训练流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看一下我写的一个那个目录结构。首先是预训练，预训练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讲它是怎么做预训练的。然后接下来是 SFT， 这个的话我们会需要关注两个部分，一个是常规的 SFT， 然后以及3.2这里的一个 Long COT 部分。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强化学习，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点的过程，这个的话是需要我们自己去重点学习的。然后以及一个重点3就是 long to short， 这个的话对于工作的时候去优化那个推理模型是非常有必要的。整体的话这篇 paper 的话会有这3个大的重点。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讲一下那个预训练。这个图还是放到这里。首先那个 Kimi K1.5 它是一个多模态的模型，因此它会有2部分数据，一部分的话是纯文本数据，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是一个图文交织的数据。首先文本数据的话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做 next token prediction。 那么这里他说的是一个叫做图文交织的数据，叫做 interleave image text sequence。 那么什么叫图文交织呢？我这里会有一个备注，这个备注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就一张图后面紧接着对这一个图像内容的描述性文本。比如说当文本提到一只猫在沙发中睡觉，然后你搭配着对应的图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模型更准确的理解猫、沙发这种东西的一个具体形态，然后所以这个模型的话它就更容易去理解图片和文本之间的一个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图文交织的数据。然后它的那个预训练的话是分成3个阶段进行的。首先第一阶段的话是视觉和语言模型的预训练，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会先做那个语言模型的训练，也就是 LM 的训练，然后再逐步的去融合多模态。首先看一下这个它的那个训练方式的话是先训练一个语言模型，然后得到了一个 LM， 然后这个时候是把它的那一个参数给 freeze 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会去训练一个那个Vision 的 Tower， 它是要把语言模型给 freeze 住的，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会更新这一个 LM 的参数，然后在接下来的时候才是把这个图文数据加入到这个模型里面去做训练，然后慢慢的去增加这个图文交织的数据，从0到30%，然后这个时候是需要更新 LM 参数的。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是那个应该是叫做面壁智能的那个 paper 里面提出来的一个叫做退火阶段。这里我写的可能不太好，实际上叫做退火阶段，实际上就是指用精心挑选的合成数据来巩固模型的能力。具体的做法的话是利用现有的数学和一些知识性比较强的那些数据去作为原材料，通过一个专门的语言模型来生成那个 QA pile。 对，这里实际上
大家可以理解为把一部分的 SFT 数据放到这一个退火阶段去做那个 pretrain， 这样的话你的 Base 模型训练出来了之后，它就已经具有了基本的一个问答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那个 Base 模型都已经有了基础的那个指令遵循能力，就是因为他们一般会去用这种 instruct 的数据去做的一个退火训练。然后它的第3个阶段的话是想要激活它的 long context。我们都知道这个 Kimi 它是以长上下文著称的，以前它的那个 slogan 叫做就 long o to the moon， 因此我们都对这个东西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Kimi 的话，它的那个长上下文能力是非常的强的。然后它是怎么训练的呢？它实际上是两种策略。第一种的话是过采样 long context 的数据，其中 40% 采用全部的那个注意力， 60% 采用就是部分的注意力。这个算法具体是什么好像没有提到，因此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有小伙伴知道的话，可以在那个评论区告诉我。然后第2个那个要点的话，就是采用这种逐步训练，也就是说你先去训练 4K， 让模型稳固 4K 的能力，然后再接下来训练 32K， 稳固 32K 的能力，然后再接下来训练 128K。这个是属于那种比较常规的操作了。然后其中这个 rope， 也就是位置编码的这个频率设置为这个叫做 EM， 这是100万。然后这个的话一般是上下文越长，一般设置会越大。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Kimi K1.5 的 Base 模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做完这个流程里面的第一步了，接下来就是做那个普通的 SFT。那么普通的 SFT 是怎么训练的呢？它核心就跟我们常规的一样了，你就要去收集很多的各种各样领域的一个语料，你要保证那一个语料的一个多样性。它一般会包含2种类型的数据，一种是非推理的数据，然后一种是推理类的数据。非推理的话就包括了问答、QA 配好对，然后推理的数据的话一般是数学和代码这种具有很强的推理性质的一些任务。这个的话是也是为了后续能够让那个奖励模型更好的去做准确的判断。然后这个 Kimi K1.5 的话，它的 SFT 数据的话有100万个样本，这也跟那个最早以前我们都说 less is more， 就是 Lima 这篇文章说的我们 SFT 的数据其实很少就行了，但实际上在工业界操作大家都是采用这种很多的 SFT 去提升模型的一个能力。只要你的质量是高的，你 SFT 的数据实际上是可以很多的。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100万级别的一个 SFT 的数据了，而不是说以前这种比如说1000啊或者说几千的数据去做 SFT。然后这里的话其中有50万是一般的那个问答，然后20万的话是编码的，然后20万是数学和科学领域的。这种的话一般是比较难的任务，会相对比较多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种的话就编码和数学等推理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100万的是图文相关的。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它的那个 Epoch 1就 SFT 的时候，它是做了2个 Epoch 的训练。第一个 Epoch 的话，它的那个序列长度是设置为 32K， 然后它的那个学习率是从2的负5次方就 0.002 退火到了2的 e 的负6次方。然后在它的那个 Epoch 2里面，这个序列长度设置是 128K， 这里的话它的那个 RL 又重新升高了，然后再降到这个1的 e 的负6次方。这里的话我自己个人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一般来说为了那个提升训练效率，不同的那个 QA 配好对是 pack 在一起的，但是一般来说你不同的那个 sample 它的那个 attention 是会分开的。但是如果你的那个 attention 是分开的，为什么这里的 sequence 长度设置这么长，会有一个意义吗？这个的话有没有小伙伴可以给我一个解释的，欢迎留言讨论。但是你肯定是你上下文越长，它这样的话就更能巩固它的这一个 long context 的能力。但是具体的话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我好像自己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答案，希望大家能告诉我评论区告诉我。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3.2 叫做 long COT， 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流程了，因为在那个 OpenAI O1
然后以及 Kimi K1.5 DeepSeek R1 出来之前，大家其实是没有这一个 Long COT 的 SFT 的过程的。这个的话，一般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冷启动。那么什么叫冷启动呢？就是我们用一部分的长推理的数据去激活模型的一个 Long COT 的一个能力，然后它的那个是通过我们要精心挑选的数据，然后我们筛选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来去构造这样一些 question， 通过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的方式去生成答案。然后这部分数据其实跟那个 DeepSeek R1 的是比较类似的，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上一篇 paper。这个的话，里面是讲了它的那个冷启动数据是怎么做的。然后这部分数据的话，主要是为了包含人类的思考。那么人类一般如果去做那个长思考的话，他会去做哪些事情呢？首先第一个的话是会先做规划，你去想一下，哎，我这个任务是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去整体的想一下，我们可能会要用1、2、3、4、5个步骤去完成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每做完一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对我们这个步骤进行一下评估，看我们这一个步骤做的对不对，也就是一个评估的能力以及规划的能力。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根据我们的那个评估去反思一下，哎，我们的前面做的是不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把前面有错的地方去做一个重新思考和改正。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完这个5个步骤之后，我们可以想，哎，我现在还有时间，我可以去想一下这道题有没有重新一些其他的解法，也就是探索。所以它本质上就是想要包含人类的一些思考的过程。这里的话，这里虽然说只写了4个，但实际上它会有很多种类型的一些解题方式。这里的话就是为了通过 prompt engineering 的方式，让模型去学习这一些人类思考的一些方式，让模型初步的获得这样一个 reasoner 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 long COT， 它本质上就是你的 COT 的过程比较长而已。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唬人的东西，但我们实际上应该也都了解了吧。然后接下来做完这个long COT 之后，就是做那个 R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的话是第2个重点。前面我们刚刚这里写了一些精心挑选的数据集，但它是怎么挑选的呢？我们就从这个4.1 这里开始揭秘吧，就是强化学习的数据集是怎么构造的。我们都知道数据质量越高越好，但是怎么样算高？这个的话是不是没有一个定义？就大家都会这样说。然后 Kimi 的话，它是定义了3个关键的属性来去衡量一个数据集的好坏。首先是多样性，那么多样性就是指你的数据来源是不是很丰富多样的。然后第2个的话是难度是不是平衡的。然后第3个是不是这个 RL 的数据是可精确评估的。就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东西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就除了第3个点啊，其他的其实以前大家也都是或多或少的都是知道的。首先是多样性，这个的话肯定是数据你得要来自不同的领域，比如说数据科学领域，然后以及一些角色扮演或者娱乐类的领域。然后 Kimi 的话会构建一个标签系统，去给所有的数据进行打标，来保证这样一个标签的一个多样性。但是这个标签系统是公司的每一个公司的核心资产，这显然是不会说的，这个的话是很显然的。然后第2个的话是难度平衡，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对问题的一个难度进行一个分级。这个的话就对于我们工作过程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了，因为我们也会去采用一些课程学习的方式去做 SFT 的训练。那么我们要去怎么样去选某些样本是难还是复杂呢？这里的话它给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说它用一个 high temperature 去回复问题，重复10次。如果这个问题它的通过率越高，那么就说明它越简单。这个的话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但却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其次是它是采用了一个课程学习的方式去做学习的，就是先学习简单的，然后再去学习难样本，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激发这个模型的一个能力。但这里有一个细节，
它的这个难度分级的话，应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只是它没有提。每一次的话，应该都会用最新的 checkpoint 去计算一次，这样的话计算出来的难度才会有意义。不然一开始你用一个很弱的模型去做了那个分类，分出来的难样本，它可能对于你最新的那个 checkpoint 来说，它已经不属于难样本了，它可能是一个中等样本或者说简单样本了。因此你的一个难度分级的话是需要持续进行的。然后第三个的话，也就是最重点的，和 DeepSeek R1不谋而合，因为他们是同一天发布的模型，因此他们同时想到了，想要真正的去复现模型，是需要采用这种可以精确评估的一个数据集，这也是大家训练一个推理模型的一个核心宪法吧。但整体来说就是你需要模型能够通过规则去评估你这一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是错的。但是它这里又给了一些 DeepSeek R1没有给出来的一些细节，就是我们都知道要去找这些数据集，但是这些就是可以精确评估的数据集，但是具体怎么找呢？然后 DeepSeek R1没有给答案，Kimi K1.5 给了答案。它这里的话就是想要去把一些比较容易 hack 的问题给移除掉了。你看这个东西对我们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一些问题，它的答案形式可能很简单，它是一个选择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数学竞赛的题，它实际上是需要很长的思考推理过程才能得出答案。但是模型因为让它做选择题，它很容易猜出最终的答案，因此它会把这些问题给移除掉。这个的话就是一些我们构造训练数据集的一些细节问题。然后 Kimi 的话，它是移除了多选题、对错题，然后以及已经给出了证明的一些题，但不限于这些。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点，我们做 RL 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要构建 prompt， 但是 prompt 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你最终的模型是容易 hack 这一个 prompt， 也就是说，模型它不用通过真正的推理，它就能猜出你最终的答案。因此这里也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用这一些 prompt 运行8次，如果这个答案8次都对了，那么可以理解为就是当它不输出 COT 的过程中，它还是对的，那就说明这一个 prompt 是比较容易 hack 的，这些 prompt 也要被移除掉。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你看我们这里能够学习到的东西有哪些？首先是第一个，这个多样性的话，这个标签系统，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它没有透露。然后第二个的话是难度平衡，这里教了我们用一个 high temperature 的方式去对问题进行难度分级，然后以及采用课程学习的方式，这两个的话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关于精确评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复现这样一个 reason 的模型，我们也是需要去移除一些比较容易 hack 的问题，然后以及 prompt。这些方式都是很容易借鉴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定义这么一个做 RL 训练的一个问题。从那个论文原文 2.3.1 它是写了一个很大段的就是 2.3.1 它写了很长一段东西啊。这个我先把它贴边。我们先把它贴边，你看 2.3.1 它写了很长的东西，你看读起来一大坨的，但实际上它核心就这一个公式，就这个公式1。我们跳到这里，就是它写了很长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总结下来就这么一点点，就是这一个公式1，它核心就是想要让模型的 reward 越高越好，在这个数据集里面。然后这个 R 是一个评估函数，并且要是可以做那个精确评估的，就最好是可以做精确评估的。然后它这里刚刚那一大坨，它实际上想讲的就是，它是说，当模型的 reasoner 的过程足够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这一个过程是隐含了一个巨大的搜索空间的，这个过程是隐含了巨大的搜索空间的。然后这个搜索空间是可以帮助模型获得到最终的一个答案。这个问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当你模型输出的越长，那么它越有可能输出正确的答案。这也是我们做这个 reasoner 模型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它只是
通过一种比较学术的方式去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越长是可以到达正确答案的，它就是用这个搜索空间的一个概念。但整体来说，这里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的话，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去讲 4.3 这里的梯度优化。这里你看 4.3这里，那么对应的是论文里面的 2.3.2。这个的话，因为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此我就对着论文来讲了。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课后的话去看一下我这一个那个文章的一个解读，应该的话也会给大家一些帮助。但是我们这里还是对着论文来讲，因为它这里讲了很多东西，我们先把它缩小，这个不重要了。我们这个 policy gradient， 像刚刚对于这里我们想的是最大化这一个奖励，那么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它就是用了一个叫做 policy gradient 的方式去做训练，它实际上跟那个 DPO 形式是比较类似的。你看，首先这2个 E 你可以理解为1个 E 就行了，然后里面的一个是每一个步骤，然后外面的话是对于每一个样本，因为每一个样本的话它会包含多个步骤嘛，但是为了我们方便理解，实际上我们理解为1个 E， 也就是1个期望就 OK 了。那么它期望的是什么呢？期望的是奖励函数越大越好，然后并且它加了一个系数，这是一个 KL 散度，意思就是你当前训练的模型叫做 PyTheta 是你当前训练的模型，你要跟你的那个参考模型，也就是说它的初始化模型要偏离越小越好。这个 KL 散度就是指偏离，就是相不相似，你希望它 KL 散度越小越好，然后因此你就做一个减号，那么你就意思就是希望它这一部分是越大越好，然后你整体的话就是希望这一个过程是更大的。你看这个的话是不是跟那一个DPO 的一个公式是比较类似的那么它要怎么做到呢？它要怎么做到这样一个事情呢？它告诉了你一个最优解，这个最优解的公式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是在强化学习里面的一个定义具体它是怎么来的，我自己也没有学明白，但是强化学习的那个书里面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叫做最优解，这个东西是一个最优解，也就是说你用这一个公式，你就能得到这样一个它的期望最大化，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最优解，然后它定义了这样一个公式，然后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要用你的上一个参考模型乘上这一个 reward 的指数，然后再除以这个大 Z， 这个大 Z 的话是你整体这个分子的一个求和，因此你看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那个归一化嘛，就是你一个参考模型，然后再乘上这个东西某一次输出，然后让它最大化做了归一化之后，你就得到了下一次迭代的一个最优解。你看这个东西是一个迭代过程的，你看你一开始有一个概率，这个东西 PyTheta 它输出来的是一个概率条件概率嘛，这个是一个条件概率，然后你乘上某一个东西，你就得到了下一次的那个结果，下一次的结果它是一个最优的，然后你就可以一直这样迭代下去，你又可以做下一轮的迭代。这也是那个我们大学里面学的那个数值分析，是不是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迭代公式之后，我们具体怎么去求呢？它是对这两边取了一个那个 log， 你看他说取一个 log， 它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公式。这个的话是很好推的，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但是我今天下午我自己去推了一遍的时候，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它就是给它取 log， 你看比如说这里给它取 log， 然后再把这一个给它取 log 之后，你看这里也是一个 log， 你就得把它挪过来，就是相当于两个 log 的减，那么对于那个 log 里面就是除，那个的话自己推一下就好了。那么也就是说在理想情况下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相等的，就理想情况下是完全相等的。那么我们核心要求的是这一个东西，对不对？核心要求的是这一个东西，但是这里前面说的都是一个
期望问题，或者说一个奖励值问题，对于我们的那个模型训练来说，它实际上是不可导的，也是不可以求的，因为我们模型知道的都是一些，比如说loss 或者说梯度，因此它这里设计了一个 loss， 就是平方跟 loss， 你把它挪过去，你理论上来说它就等于0嘛，但是这是理想情况下它才会等于0，那么因此我们就需要让这个模型接近你这个理想情况下就好了，因此它设计了一个这个平方跟 loss， 就是把这个右边的项挪到这个左边，然后去算了一下平方，在理想情况下它才会等于0，因此你就希望你这一个 loss 越小越好，然后它这里还是2个期望，你看成一个就 OK 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 loss， 然后它这里的loss 计算也很有意义啊，因为它又跟那个 DeepSeek R1 的那个 GRPO 模型是很类似，就有一点点类似吧。你看它最终你得到了一个那个均方根的一个 loss 之后，平方的 loss 之后，你是可以去对它进行求导的，求导之后你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东西，这个的话求导之后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东西，你就是一个梯度嘛。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最终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是你这么一个概率函数的 log 乘上某一个奖励值，那这个奖励值是什么呢？它是你的那个 reward 减去它的 reward 的平均值。你看这里是不是跟那个 GRPO 的很类似了？只是说它这里没有做一个归一化而已，它少做了一个归一化，但是它整体来说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当你这一个模型它的 reward 越大，它是越好的，它越大是越好的，对不对？它就相当于鼓励它。那么如果你是小于这个均值的话，那么你就是你的那一个gradient 就是一个负值了，也就是说你是不鼓励它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叫正则化，就这一部分的话 KL 散度的话是一个正则化的部分，正则化的部分的话就是它希望它偏离的不要太多，而且它用了一个平方去做一个那个强化，因为它希望的话是不要让你训练出来的模型去偏离你最终的模型太多。整体来说这个公式的话我们就已经了解了。核心的话就是这一步啊，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这一个公式，然后它最终是得到了这个它的梯度是这一个。最终它用的不是梯度下降，而是梯度上升，因为它希望的是它越大越好嘛，你的这一个 reward 肯定是越大越好，所以它用的是一个梯度上升的一个方式。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其他需要讲解的点。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它也移除了这个 value model 啊，就是它也移除了这个 value model。这里的话应该有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要移除这个 value model。你看，它的意思是，如果你有 value model 的话，那么你的 value model 是很容易评估一些错误的路径的。那么这样的话，它的那个 value 就会非常的低。那么模型当给它打了一个很低的那个值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倾向于不去产生这样一些错误的路径，但是这些错误的路径实际上是代表着模型的一个推理过程，它对于你最终的一个效果来说是很有用的，因此它也去做了这一个去除那个 value model， 因此跟那个 DeepSeek R1 的那个 GRPO 的算法整体来说是比较类似的。你看，核心思考是它可以有这种错误的路径，是有帮助于模型的一个思考的，而且它减少了一个 value model 之后，它还更容易 scale。此外，它在训练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过度思考的现象。所谓过度思考的现象，就是他觉得模型输出的思考过程太长了，因此他又给它设计了一个长度惩罚项。但这个公式很简单，就不给大家过了。
意思就是你输出的越长，我反而就不奖励你了。但这里的话是有一点矛盾的，它就只要放到这个里面就行了，就放到这个公式商后面就 OK 了。这里的话就不得不佩服一下 DeepSeek R1 的一个魄力了。你看它就不加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正则化，而是直接去做，或者说它没有完全的讲出来。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 RL 的一个策略优化的一个定义，然后我们看一下，因为它是用的那个 off policy 的方式去做的训练嘛，所以说采样策略是很重要的。采样策略是很重要的，意思是我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on policy 或者 off policy 吧。你看，首先看这个 PyTheta， 就是我们现在训练的模型，然后这个 PyTheta I 是我们上一个模型用上一个模型产生的数据去更新现在的模型，那么这个就是off policy。然后如果是 on policy 呢，那么你就需要去用你更新后的现在的你训练的那个模型产生的数据去做下一轮的更新。这个的话，现在的话大家应该用 on policy 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 Kimi 这里的话也用它实际的一个结果来告诉我们，实际上off policy 也是有很强的一个能力的，包括大家用 DPO 用的很多，实际上也是一个off policy 的策略，就是它很好用，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用的。但是它是怎么样去采样这些样本呢？这里有两种策略，一种是课程学习的一个采样，然后一种是优先采样策略。课程学习采样的策略就是先从简单的任务开始训练，然后再去过渡到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了那个每一个 problem 它都有一个难易的标签，就根据你去 high temperature 看它对不对，得到了一个难易的标签，然后你去先采样简单的做训练，然后再过渡到难的。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它的那个结果。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不采用这种课程学习，就是先学简单的再学难的，你看模型的能力，它的等到训练一定的步骤之后，它就提升的很慢了。但是如果你在训练一定的步骤之后，你去接着采样更难的，它的那个能力，它的提升的斜率，你看是不是更大的？因此这也展示了那个课程学习是有效的，这就是它的那个采样策略。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那个优先采样的策略，意思就是让模型专注于那个你刚刚错了的表现不佳的。然后它这里用了一个那个概率啊，就是每一个问题它有一个成功率，然后按照1减 SI 去比例去做采样，就是成功率较低的，你就更容易再去做一次那个训练。但我觉得跟那个课程学习有一点点像，但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强化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long to short，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去用强化学习之后，它输出的东西是越来越长的，但是你在推理用的过程中，虽然说它效果好，但是我们的延时不一定能扛得住，因此对于业务来说，这个 long to short 是很有借鉴价值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给它标了重点3。它这里具体的做法有4种。第一种的话是叫做模型融合，也就是说它直接去对模型的权重去做相加，然后取一个平均值。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的hack， 就非常的取巧？但是事实上，现在的那些大模型的榜单里面已经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方法，这也是我今年才或者说去年年底，差不多去年年底10月份的时候，我才差不多知道了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话非常有用，非常推荐大家在业务中去使用。比如说你想要让模型同时获得2个能力，你就先用模型在想要获得能力1的数据集上面去做训练，然后再用模型去获得能力2的数据集上训练，分别得到 A 模型和 B 模型，然后把它们的那个权重做一次融合，然后你的模型就同时得到了 A 能力和 B 能力，然后它们的效果还不错。这个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做一下尝试。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拒绝采样。拒绝采样的话很简单，就是你一次性生成多个样本，然后把最短的那一条挑出来。这个的话在那个 R1 这篇 paper 的时候也已经讲过了。然后还有他去做了一个长短样本的 DPO， 意思就是那么 DPO 的话，那么你是需要去构造正负 pair 的样本的。然后正样本的话就是正确的，但是短的样本；负样本的话就是错误的样本，或者说你是正确的，但是你是 1.5 倍，你的长度是短样本，就这里的短样本的 1.5 倍，那么你也是一个负样本。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这两个的话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拒绝采样和这个长短的 DPO 选样本的话是比较类似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long to short 的强化学习，你会加一个长度的惩罚来去减少模型生成的这个长度。这个的话和这里的不是一个东西啊，它是额外去训练 long to short 的时候，你还要去加一个那个惩罚，但是你可能用的还是这一个长度惩罚的一个内容，它是相当于再额外做了一次 long to short 的训练。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已经基本上讲完了这个5个流程，先做预训练，然后做普通的 SFT， 然后再做 long SFT， 然后再做强化学习，然后做 long to short， 然后你现在就已经得到了2个模型，一个模型就是能够生成很长思维链的一个模型，然后第二个模型的话是一个能够生成长度也比较长，但是相对于这个前面的一个模型来说，它更短的一个 long to short 的模型 reason 的模型，因此它这里一共得到了2个可以用的一个模型。这个的 long to short 的模型一般会用于你需要性能很强的，就是延时需要很短的时候的那种场景，不然的话你肯定是性能越强越好嘛，就直接用这一个 RL 之后的一个模型不就好了嘛，对吧？然后这里有一些那个其他细节，就比如说它对于代码数据的话，它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通过你最终的那个沙箱去运行一下你的代码，对不对？它这里还提出了一种叫做生成那个测试样例的一个方式，这个的话大家具体去看一看就好了，不是特别重要。然后数学的话，它也不全是用的一个精确的一个奖励，它实际上也用到了这个 chain of thought 的reward， 它这里是2种奖励模型啊，就跟那个ChatGPT 里面的那个 PPO 里面的那个 reward model 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个的话，这个的话就是 ChatGPT 里面用的那一种，然后这个的话意思是一样的，你只是说当你输出你最终奖励的时候，你需要去把你的那个 COT 的过程给输出过来，然后它这里的实验结论是这种带有 COT 的那个 reward model 效果是更好的。然后这个的话是用于这个数学的那个数据集里面，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看一下，看一下这一个reward 的定义啊，你看它这里虽然说想要用精确的评估函数，但是对于有一些自由形式的问答，我们实际上还是会用这个 reward model 的，只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Kimi 做的不够彻底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虽然说已经跟那个 R1 一样知道了我们应该用精确的 reward model， 但对于部分的内容的话，它还是采用了这种reward model 的一种方式，就不全是 rule based 的 reward model， 而有的是一个那个训练出来的模型。这个的话是一些细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关于视觉数据。视觉数据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数据来源是哪些真实数据，然后合成数据，然后以及就是图文交织的一些 QA pair 的数据。然后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 RL 框架上面的优化。你看它这里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做 RL 的话，你是需要去采样的。那么怎么样去让它推理的更快？你肯定不能用训练的那个模型的框架去做推理，它就专门部署了就训练和推理是分离的。你训练的用的是 Magchorn， 然后推理的时候用的是 VLM， 因此
它是2条线的。这个的话，应该很多大厂都是这样子做的，但是只是我们自己，如果是我们日常用的时候，应该大家不会用这种吧？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框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它是用的是off policy， 因此它的采样很重要，因此它又有一个就是采样过程中的优化，目标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数据。就是比如说你采样的时候，这一个样本它生成的不够长，然后你就接着把它截到前面的一段内容，然后让它接着再往下写。当然这里的话有很多种方法，具体的话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的话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上的优化，整体上算法上的创新是不多的，因此我没有特别的关注。接下来就是一些主要的结论，来讲一下那个 Kimi 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的模型是真的能够跟那个OpenAI O1 和那个 DeepSeek R1是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而且它是一个多模态的模型，因此它是一个真正的对标的一个模型。你看它对于在这种推理的数据集上，基本上都跟那一个OpenAI O1 差不多，然后甚至有的是超过了这个 O1， 所以说它还是很棒的。然后第二个是你模型做了 long to short 之后的 short 模型表现的也很好，然后你看会比一些同期的那个大模型效果要更好。这个的话就是，然后这个第5个就是那个 RL 又是一个跟那个 DeepSeek R1 撞车的一些点，就是它模型是能够自我进化的。什么叫做自我进化？也就是说随着你训练的过程中，你的输出 token 是越来越多的，然后你的准确率也是越来越高的。你看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惊喜的一些发现，而且是非常喜人的一些发现。你看，就非常的完美，这些图。然后此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模型输出的那个COT， 也就是那个推理的 token 越长，它的效果越好。然后并且你模型的 size 越大，它的斜率越大。你看这个蓝色的线是你小一点的模型去生成的那个长 token 的时候，它的斜率是要更短的，然后这个大的模型它的斜率是更高的。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些蓝色的点是多于这些橙色的点，那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它做实验不够充分，做这种大的模型它需要的成本很高，所以说它没有完全画出来。但是这个斜率的话，大家还是能看得出来，就是很明显。这个的话，在那个 R1 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你越大的模型去做这种 RL 的强化推理，效果是越好的。这个的话都是相互印证的，因此我可以称它们为这个推理模型的非常好的一个解密者，他们2家都很棒。接下来的话是课程学习的一个效果，刚刚已经展示过了，然后以及一个负梯度样本是不是有用，就是比较了一下他们的那个 RL 的一个算法跟一个 REFT， 这是一个算法，意思就是只用正样本，它没有一个就不用负样本，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只把这一个reward 是大于平均值的那些样本给挑出来。然后可以看到它现在这种就是带有这种好样本和不好样本的这个方法的话，是要比这个蓝色线要更好的，橙色线是这个 DeepSeek 不是 Kimi K1.5 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去跟我讨论一下 Kimi paper 给大家业务上的一些实践带来的一些正向影响吧。本次视频就到这里了。